比特币的调整结束了吗？交易所怎么出现巨额流出呢？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在昨天来测试了新低点，也就是$92,000的位置。不过我们并没有顺利的跌破，而且昨天的流出呢，其实也不小，已经是我们这10天以来第二大的流出了。昨天流出单日就来到了$4.15 亿呢，那也是我们这10多天以来的流出还在持续的表现我们确实在26号的时候有1天的流入，不过我们之前有强调只有1天的流入绝对是不够的，而且也绝对不足以证明我们这波调整是已经结束了。当我们要看到流入的时候呢，一定是巨量的，而且是连续的流入。那只有1天它很有可能只是产生了小反弹而已那我相信我们这波流入潮结束之后，那迎接着我们的就会是下一波的多头行情并且我们的 ETF 会出现连续巨量的流入。那还没有出现之前呢，我们就需要一点时间的等待不过我们目前的调整呢，很明显是已经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波调整的过程呢，其实92000已经测试了蛮多次的，至少有3次。不过我们都是顺利的支撑住了。我们之前有谈到，其实回调的浪形呢有分很多种那大多都是走3波的这种样子。那昨天我们又测试了新低点所以我们非常有可能走的就是锯齿浪。当然浪形还有很多种它也都是可以来做调整的。不过不管它的浪形它的强弱程度呢，我们是可以根据它回调的深度来做判断的。如果我们把92000给跌破的话那这属于是稍微弱势一点点的走法。如果说我们并没有跌破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沿着92000的这个下缘持续的震荡，然后震荡到我们把这波调整都已经走完，然后我们再往上走，这会是最好的情况那我们就会在有限的调整空间之下呢也就是只有大概15个百分点。其实这样子的调整对于日线级别的比特币来说呢，其实并不算到太多。但我们在这一波的调整过程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市场上其实已经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原本看多的情绪没那么看多了，原本投机山寨币的情绪没有那么投机了，原本市场杠杆做多的情况还有溢价等等的都没有那么严重了，然后指标等等的都获得了一定的修复。其实这种调整它才会是健康的调整调整并不是越深越好也并不是一定要调整才是对的，而是当我们做了强势的调整的时候呢，我们比较能去预期后面可以接续着强势上涨。那我们在回调的过程呢，从盘面上其实也是看不出量能的。那我们经历了昨天有一定量能的流出之后，其实我们的盘面它并没有产生出太大的供应，而且价格呢也没有很显著的往下跌所以目前的盘面我认为都还是健康的，甚至是蛮不错的那即使我们真的跌破了92000呢，如果我们没有放出过大的空头量能其实也是 OK 的所以我认为目前的情况呢，我们慢慢走缩量，然后我们靠着92000，然后去震荡，来把市场的各项指标情绪数据等等的都给修复。那很快迎接我们的就是下一段的上涨了。如果你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20的现金，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而且这个现金你是可以直接提币走的所以基本上可以说是零撸。你只要 KYC 入金$100，你就可以把你入金的钱还有这$20全部一起给提走好，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几个数据好了。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最近的盘面呢，已经出现了不少的交易所流出。这张图表数据我认为它是比较客观，而且它是可以来做对比的它是 net flow to reserve， 也就是我们都清楚其实交易所的比特币储备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像我们在1年半之前交易所的比特币居然有来到340万颗那我们现在其实只剩下240万颗左右那我们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就产生100万颗的变化所以当我们在讨论交易所流入流出比特币的时候，最好的形式呢，其实是用它的变化率，而不是用绝对的颗数因为交易所储存比特币的数量呢，会有很显著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
过往我们比特币在不错的价位，比如说我们在15000，还有我们当时在25000，我们当时在38000的时候呢，比特币它都有相当程度的、相当比例的流出。你也可以发现啊，我们在上一轮牛市，我们是相对低点的时候，也就是在10000以下，我们出现了非常多次的流出。那一直到我们突破3万之后呢，我们就以流入为主了。基本上我们在3万以上大多数时间都是流入的。那当我们流入的时候呢，那就表示绝对有人他要来卖比特币了。当盘面出现供应之后，到货之后，那么盘面它肯定就会慢慢上涨，就到顶部了。我们从2017年，我们发现这种趋势呢是更明显的，因为其实当时呢，机构介入的力量还没有到那么多。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机构它都是长期持有比特币，即使他们知道会有熊市他们依然是不会卖出的。不过2017年这种力量就相对要小了很多了，所以当时基本上这些鲸鱼或比较聪明的资金呢，他们也都是会在顶部去把比特币给卖出的。你可以看到在2017年的顶部附近有出现了大量的筹码冲直往交易所，并且呢卖出。那我们目前其实交易所都依然是在被提币的过程尤其我们在这波下跌的过程呢，交易所储备的比特币它又更进一步的减少了。那当交易所的供应减少之后呢，可能被供应的比特币减少，那么盘面随着需求的增加，我们的价格很容易就会被挤压上去了。那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比特币的交易所的比特币储备量呢会有很显著的上升那等到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考虑慢慢出掉比特币的时候了。不过我也相信随着越来越多长期持有的机构，他们所持有的筹码变多我们这一轮在牛市顶峰附近会被冲往交易所的比特币的数量呢，也会比上一轮牛市要来的显著变得更小一点好，那我们再来观察下一个数据，也就是长期持有者目前其实已经开始卖出比特币了。而且这个现象呢，我们从很多的不同角度的数据都可以发现这种事情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VDD Value Days Destroyed Multiple 就是乘数这个 VDD 它可以表示如果有很多的比特币存放很久存放越久，然后越多的比特币它们被转移了当然这个转移很多时候它就是被卖出的时候呢，它的数值就会提高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有一颗比特币，那你存放了10年然后你在这个时候你把它卖出，那么这个 VDD 呢就会被消除，大概是10被消除是10，这个数值是10。但如果你有100颗比特币，你放了2年那这个 VDD 呢就是200也就是如果你有越多颗比特币，然后放得越久，那当它们被移动的时候，这个 VDD 的数值就会攀升。那当这个数据攀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有很多远古的比特币，或者说有很多有存放一段时间的比特币，它被转移了。那通常被转移那就表示他们很有可能是要来卖出。如果你没有要卖出，其实你继续存放就可以了。那我们可以发现呢，当 VDD 爆冲的时候它往往是市场呢慢慢接近顶部或者说是在顶部附近的特征。像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呢，这个特征它非常的显著我们在2个顶峰呢 VDD 都出现了暴涨那我们在2018年呢，前面有一个顶峰然后我们在最顶峰的时候呢这个 VDD 也出现了暴涨那我们上一轮牛市是突破了3万之后，我们的 VDD 就开始暴涨然后随后呢它花了好一段时间才慢慢冷却下来。那我们这轮牛市其实我们在7万4呢就已经有存放很久的比特币，而且数量不少它已经先卖过一波了。那我们现在呢基本上正在准备第二波。我们可以发现顶峰附近它都会出现非常巨量的这个 VDD。那我们现在呢还在攀升的过程那就表示我们后面其实还有一段行情，但我们也会越来越接近顶部那随着我们的 VDD 攀升呢，我们的顶部也会被找到所以其实从很多数据来看呢，目前其实已经有这种持有很久的筹码它在慢慢的套利。那可见我们市场它确实已经慢慢接近顶部了。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数据也就是市场情绪的部分。我们可以发现呢，目前根据 Coinbase 的折溢价
目前市场的情绪还是稍微比较恐惧一点点的这个 Coinbase 的折溢价呢，它是取如果说在 Coinbase 这间交易所，它的价格呢是比其他交易所要来得更高，那就会有溢价；如果更低，就会有折价那我们可以发现呢，当 Coinbase 产生出折价的时候那市场情绪就是会比较恐慌一点那么我们市场的低点呢，也会在这个时候找到当然，这个低点都是阶段性的低点，毕竟我们要把比特币有比较好的价位，不管买或卖都是当我们在买入的时候呢，要趁别人恐慌的时候买入；当我们想卖出的时候呢，最好是可以趁别人很贪婪的时候，然后进行卖出。毕竟人在情绪下所做的决定呢，大多数时候都会是不正确的，或者说你在做情绪性决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知道，大多数时候都是不正确的。那会产生这种折溢价呢，就表示有一群人他们非常想买入或非常想卖出像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15000的低点，还有在2万的低点，38000的低点，还有当时49000的低点，67000的低点，我们都出现了相当不错的折价。那我们目前呢，也出现了相当不错的折价，而且我们是从有一定的溢价上面呢，然后去慢慢修复回来的。那可见我们市场的调整它已经获得了相当程度的休息了。我们正准备为下一段行情来做准备。那我们目前砸出的这些低点呢，也会是如果大家要加仓现货非常不错的入场时机。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